基辛格称，日本将会在5年内成为核武国家。如果说日本它是独立的拥有核武器的话，那最先倒霉的很可能会是美国。这意味着美国的霸权体系它可能会出现崩溃。欢迎来到张斌观察，我是张斌。英国经济学人网站发表了4月底采访基辛格的文章。基辛格说日本正朝着在5年内成为一个核大国的方向迈进。日本总是想接近美国，但是不排除日本可能会签署对美国不利的协议。那么据说这次采访的主题是如何防止中美之间的竞争陷入战争。这采访整个时间长达8个多小时，你可见这一定是谈了很多东西。基辛格还回答了多个涉及到中美关系的问题，称美国和中国必须学会共处。基辛格认为防止毁灭性冲突的唯一途径就是进行冷静的外交。人类的命运现在取决于美中两国是否能和睦相处。他认为需要在欧洲、中国和印度都能加入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新的世界秩序，这才能避免灾难。基辛格的整个谈话本质上它还是2个：第一是中美对抗非常的危险，这是他的认知；第二世界需要一个新秩序，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世界需要多极化。当然了，基辛格所说的这个多极化，所说的这些是建立在美国的利益基础之上的，要保证美国的利益的前提下做适当的妥协，接受中国参与所谓的新秩序从而继续保证美国在未来拥有一定的世界秩序主导权和利益最大化如果说和中国发生冲突的话，那就是世界也是美国的灾难。说到底基辛格所说的这个所谓的新秩序，所谓的世界的多极化，还是在现有美国霸权体系把控之下进行调整之后的一个所谓的新秩序，人家始终是站在美国的利益之上的。但是基辛格对事态发展的洞悉还是比较准确的。至于说到日本拥有核武器这一件事情那并不是基辛格这一次谈话的主题，它只是对这个旧秩序之间发生改变新秩序在建立的过程之中，日本可能出现的危险倾向的一种预测。基辛格也没有细说日本以什么样的方式拥有核武吧。如果说还是在美国的控制之下，由美国在日本来部署核武的话，这是美国可以接受，而且这也是美国下一步很可能会操作的事情。但是说如果日本它独立研制核武并且装备核武，那局面可就不是按照基辛格的剧本去走了。那最先遭到冲击的会是美国的霸权。我们看2战之后世界世局的本质是什么呢？就是强权，就是建立在核武毁灭性这个能力之上的一种强权。谁掌握了这种毁灭性，谁就掌握了世界格局的分配权。核武实际上它更具有了政治意义。一旦说日本独立拥有核武的话，它还会臣服于美国吗？美国的霸权基础是什么？就是这个热核的毁灭能力。那么在这个基础上，美国才能构建所谓的那个世界秩序，从中获利，获得巨大的利润。你比如说美元去收割世界，那靠的是什么呀？这需要一个美国强大的军力来进行保底，才可能这么去做呀。那么霸权的秩序是美国核心的利益，更是美国的核心资产。但是在这个体系之中的日本如果说打破这个秩序，它拥有核武的话，那就是从内部在瓦解美国的霸权。我们不管美国是在日本部署核武，还是说日本独立拥有核武这都说明了美国开始出现衰弱，它的霸权可能会出现内部的坍塌，所以要拿出核武来捍卫它这个霸权了。日本拥有核武的最大危险，它还真不是军事上的这种毁灭能力，而是由此所引发的现有秩序崩溃而导致的无法预测的巨大危机。这种不确定性很有可能什么事情都发生，这才是真正的危险。而所有这些危机的实质，它的根源我们看得非常的清楚，这就是美国所秉承的霸权。